今天画的是这个4尺4开的，4尺4开的，好不好？那首先还是来跟大家分解一下吧，给大家分解一下。来倒一点点墨出来。今天画的这一朵是一个碗状的啊，它是一个有一点圆哈，是一个碗状的。这个花心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朵花啊。这朵花它是一个碗状的，看到没有？它是一个常规型的，一个碗状的花，它有点看到没有？它是一个像一个碗一样的啊。中间的这一层啊，中间的这一圈，它是一个常规型的花，花心在这里，然后这一边的全部往这里包，全部往这里包。然后两边的往这里长，它是一个盛开的常规型的牡丹花。然后后面的这个花瓣，后面的花瓣往外展，它是一个侧面的这个花心在这里，就这样子分为两层，这个是第一层，这个是第二层。那它的特征是什么？第一层的特征，本来我们这个常规型可以不用分层。第一层的特征是什么？它这个花瓣颜色，颜色是有深有浅，物象是有虚有实，花瓣是有大有小，但是相对于它的花瓣是小的比较多，颜色是比较深的。然后花瓣颜色也是，花瓣是深的，然后物象有虚有实。大部分都是实的哈，这朵花基本上都是实的。然后第二层，它的花瓣是大的，颜色它也是深的，然后物象也是实的。这整朵花基本上都是一个实的。然后我们这个第一层这个花瓣基本上都是这个正反瓣的一个组合，很多家人都一直不明白这个正反瓣是怎么组合的，怎样是正瓣，怎样是反瓣。那我们就画一下组合好不好？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颜色，你们从这朵花看到了什么颜色？我们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好不好？看一下这朵花，你们能看到什么颜色？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底色还是不变，底色我们还是调这个太白加三绿。底色还是调这个太白加三绿。那我们加一点紫色好不好？好，我们加一个紫色，然后玫瑰红。曙红、胭脂、其实这个紫色，把这个紫色换成太清蓝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没问题。可能我们就用太清蓝吧，用太清蓝也可以。其实用太清蓝这种颜色它可能会更好一点。紫色它是原先本身就有的紫色，但是太清蓝跟这个玫瑰红它一种碰撞之后会有一种更好看的这个紫色出来。好，我们就用这个太清蓝，可以的，用太清蓝。好，我们的这个4尺4开的，今天这个画这个4尺4开的啊，我们先把这朵花画在这里。画的这个黄金位置，待会儿我们从哪里出枝，我们待会儿再看啊。可以从这里出，这里出有一些叶子，这里还可以出一个小枝什么的。从这里出，这里走一组叶子，这里来一小组叶子，直接从上面出下来，直接从上面长下来这种感觉，大概这样子啊。我们先把这朵花画在这里。
4尺撕开的纸，就是四尺的纸盘裁成4张。然后我们来解析，先调一个颜色啊，先调一些颜色。我们给大家解析这个组合，还是给大家分解一下这个组合。大家还是喜欢看这个组合，因为这朵花比较多，是比较多的这个正反半的组合，所以它是很多这个组合来去，基本上正反半的组合，它就是最能体现出这个花瓣的正半和反半。因为有很多家人他就是搞不明白这个正半和反半的这种关系怎么去处理。好，我们先还是调一个这个底色太白加3绿。我们先把这个底色调好，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先把它调好这个底色。因为像这种只要有稍微浅一点颜色的这种花，它都会有底色，只要有浅色的都会有底色。这个底色一定要调匀，这个太白加3绿一定要调匀它。这个是太青蓝、玫瑰红、曙红、胭脂。太青蓝、玫瑰红、曙红、胭脂。好，我们用这个太青蓝的话，我们只能调一点点哈，调一点点，把它均匀的调一点点，调到这个笔的1/2的地方，均匀的调一层啊，调一层，不要太多了，一点点哈，一点点薄薄的一层，在这个笔的1/2的地方。好，先把这个太青蓝均匀的调一层，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颜色一定要调匀，不要有颗粒感，要调匀。你看这个水分稍微有一点点大啊，有点大，我调的时候它就掉到这个盘子里，很多水掉到这个盘子里。好，我们就示范的时候就这样子，没关系。好，来画一个组合，示范一个正反半的组合。那我们先画一些这个反半啊，这个反半我们画的是有大有小有变化，那有各种各样的有这种很窄的这种反半，也有再宽一些的。我们画这个组合。
大家说要示范组合，那我们就先来示范一个正反半的组合。这个就是很多家人就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太明白，这个怎么样叫正半，怎么叫反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示范的时候，就仔细的看清楚一点。首先把这个最简单的东西把它给教会了。其实这种常规型的正反半的组合，在我认为它是最简单的。但是有一些家人他觉得不是，其实那个什么形状的，我画的那个绣球形的，它其实还是比较难掌握一点，但大家觉得呢？你们觉得哪一种比较难掌握？我这一个就是感觉是2个层次，它是在后面的这个层次。我们有的时候也要画出这种有覆盖的这种层次出来。我们先就画这么多反半，然后我们把这些反半里面补齐这个正半。那么我们补正半的时候，我们调色，颜色要调深一点哈，这个太清蓝调的时候也多调一点点。好，把颜色调深一点，我感觉我今天这个底色调的太浓了一点点，怎么感觉呢？就是这个掉下来的这个粉太多了，底色有一点点浓。好，我们画这个正半的时候，可以笔尖蘸一点胭脂，然后我们补齐这个正半的时候，是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这样子去补这个正半啊。补正半，一个缺口里面补了一个之后，好了，还可以再补一个，可以再补一层，一个缺口里面可以多补几层都可以。好，我们再补充一些颜色，补充一点颜色。当我们补充正半的时候，笔上如果干了，我们也可以直接加水，不一定每次都要加这个底色啊，可以加水的。好，这里加上一个。好，这个反半里面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补上这个正半。好，从这个缺口的最深的地方去补充这个正半。你看这里补了一层之后，我们还可以再补一层，这个花瓣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包过来，这一层我们可以包过来，让这个花瓣包过来。好，这样子这个正反半的这种姿态看得清楚吗？很形象，这个组合就非常形象的去表达了这个正半和反半的这种组合。好，你看这2个反半它是正对着，2个反半它是对面的，那么我们把它画成一个这种画成一个花瓣，就是它卷起来的这种一个花瓣。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花瓣，像卷起来这种感觉。好，这一个也是一样，我们加上这个补上这个正半。好，我们把这个根部的地方再把它用最深的颜色把它补上，这样子它会更加有这个层次感，这个正反半的这个花瓣的层次感就更加形象。好，
像这样子都补充完了哈。补充完了之后，假如说你看到哪个地方觉得这些花瓣到最后我们去调整的时候觉得太平了，再平了，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去加这个花瓣啊，再去点，再去加花瓣。哎，这里哪里加都可以，就是打破这种平整，打破现有的这种平整的这种感觉，就可以去加，这些地方都可以去加，这些地方都可以去加花瓣。这个就是一个组合，一个正反瓣的组合，这个就很形象的能表达这个正瓣和反瓣怎么样去画。现在大家能看清楚了吗？看清楚这个正反瓣吗？好的，那我们现在画花了哈。